俄遭遇能源危机，炼油厂库油接二连三被打击，5架战机再次遇难，海军基地遭遇8.8级地震后开始出现隐形危机。印度遇到近几十年最差环境，南亚霸主地位恐怖堡，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欧盟和美国出手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乌克兰直接动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在俄罗斯率先动手后，能源停火已经彻底被打破。这两天不断有俄罗斯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点燃，年炼油能力830万吨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已停止运营。梁赞炼油厂在遭遇袭击后也被迫关闭了2个日产8600吨的炼油装置。诸多炼油厂遭袭后，导致炼油能力下降，不仅让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供应吃紧，被迫停止出口创汇，也直接影响到了在乌克兰战场的俄军油料供应。当然，俄罗斯的军用油库也是乌军主要打击目标。在8月3号夜间攻击中，乌军击中了索契机场的油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冲天大火恰好被2个到索契找工作的俄罗斯女孩和另一个男孩拍下。3个年轻人拍了一段自拍，并配好早晨好发到了网上，结果被逮捕。法庭判定他们犯有行政违法行为，罚款3万卢布。在拦截乌克兰无人机方面，俄军的工作很差劲儿，倒是俄罗斯有关部门在找到这些小青年的时候极为迅速高效。除了炼油厂，乌安全局阿尔法特别行动中心在4号夜间还袭击了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已经多次被攻击了。乌克兰安全局宣称，这次袭击行动摧毁了1架苏30 SM 战斗机，损坏另1架，还击中了3架苏24和1个弹药库。俄电报频道则透露，至少有30名俄军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俄乌两军现在几乎每天都相互空袭，这些空袭太多了，大概是因为蛛网行动的巨大成功，对这些小规模空袭已经没多少兴奋度了。像摧毁俄军雷达、防空系统、指挥所什么的，已经麻木了，感觉这都是理所当然，兴奋阈值升得太高了。8.8级大地震过后，卫星赶到俄亥潜艇基地上空，果然抓拍到了不寻常的一幕。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勘察加半岛上的俄罗斯海军巴雷奇潜艇基地，似乎在不久前那次8.8级地震以及并发海啸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一处浮动码头似乎从中间断开，与连接到陆地的部分彻底分离。距离此次地震震中约120公里的雷巴奇潜艇基地，是俄罗斯海军在太平洋的主要核潜艇基地。作为俄军在亚太方向主要核威慑力量的5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大部分奥斯卡级、亚森级等型号的攻击核潜艇都是以这处基地为母港。此前曾有消息称，俄海军将原本归北方舰队的那艘全球最大核潜艇比尔哥罗德号也部署到了这里，以便让这艘航母进入北太平洋海域活动。因此，一处码头的损坏虽然称不上是伤筋动骨，但也会对这个基地的日常运行造成负面影响。若是俄军在短时间内无法修好码头，未来一旦有多艘潜艇回港，就有可能出现泊位紧张的情况。相比码头的受损情况，外界更为关注的还是此次地震和海啸是否对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伤，以及潜艇受损是否会造成核泄漏事故。外界的担忧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更早之前的卫星图显示，在地震发生后，这处基地内仍旧停靠有1艘北风之神级、4艘奥斯卡级、1艘阿库拉级以及1艘德尔塔3级潜艇。这艘德尔塔3级潜艇应该是已经退役的 K44 梁赞号。由于缺乏官方信息，外界暂时无法确定这艘潜艇上的核反应堆燃料棒已经被取出。而在地震发生前，这艘潜艇就停靠在了此次受损的那个码头上。俄海军是在地震后才将潜艇转移到了其他泊位。在地震以及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导致浮动码头受损断裂的过程中，这艘潜艇有可能与码头发生了碰撞。若碰撞强度较大，导致潜艇出现破损进水，确实有可能引发核泄漏事故。更进一步来说浮动码头的损坏暴露了俄罗斯军事设施建设的不足。若是能够提前建设固定码头设施，俄军便能够提前将核泄漏的风险降至最低。好消息是，在地震发生后，各国机构暂没有发现巴雷奇潜艇基地周边出现辐射水平升高的情况。俄军此次大概率是逃过一劫，只不过码头没有大面积受损，暂时没有看到核泄漏风险，不代表俄军躲过了此次地震后的所有次生灾害。此次的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全球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在地震发生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火山重新活跃了起来。勘察加半岛上的克柳奇夫火山已经喷发，火山灰高度达到8000米。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火山在余震的作用之下出现喷发现象。火山喷发造成的火山灰可能会影响到和空天军以及民航部门在远东地区的航空运输活动。
影响到俄军的防空部署。而且一旦火山灰大量覆盖在电子设备上，可能会影响到勘察家等地的通信联络，这同样有可能影响俄军的日常活动。说完天灾，再说说天灾之后可能的人祸。有西方卫星图像显示，乌克兰情报部门派遣特工在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俄军一批战略轰炸机被毁后，俄海军在雷巴奇潜艇基地的导弹装填码头上安装了用于防无人机的阻拦网，但在其他泊位上，阻拦网似乎还没有安装到位。在俄罗斯远东政府的主要力量投入到灾后救援、当地警察等部门的精力转移到灾后的维稳后，可能会有乌克兰的潜伏人员铤而走险，再次尝试使用无人机等设备来发起袭击。虽说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未必能够对俄罗斯的核潜艇造成极为严重的损伤，但若是核潜艇基地再次袭击，普京政府必将颜面无存。由此可见，勘察加半岛的强震虽未直接引爆核危机，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多重隐患的大门。此次地震及其后续影响，正以天灾与人祸交织的方式，对俄罗斯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构成一场严峻的考验。俄罗斯军队能否高效修复设施、强化安保、稳定局势，并有效回应外界对核安全的关切，直接关乎其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同时，这场由地震引发的复合性危机，其结果也将深刻影响俄罗斯太平洋力量投射的根基与大国威慑力。8月6号，特朗普对印度发出最后通牒。他在接受美媒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将在24小时内大幅提高对印度商品征收的关税，以针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自武器空战惨败于巴基斯坦到现在被特朗普重拳出击，算是印度地缘政治最糟糕的一段时间。而印度上一次面临这种局面，还是他们90年代末强行进行核试验惹众怒，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的方向上，莫迪政府没搞清楚自己的实力，也没有把握住剧烈变化中的国际格局。今年4月底开始，印度以克什米尔事件为由，与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展开激烈交火。自信满满的印度原本以为能够一仗打服巴基斯坦，对外展现自己的南亚霸主地位，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武器空战的惨败不仅让印度人的自信碎了一地，还把阵风给拉下了水。更重要的是，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开始意识到，印度所谓的南亚霸主地位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于是莫迪政府向美国示好，可特朗普对印度非常不满，美印关系正面临数十年来的最大挑战。特朗普拿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说事儿，但实际上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印度始终不愿在谈判中承诺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农业市场。欧盟、日本、韩国、英国、越南、印尼这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都承诺对美国开放市场。在农业市场领域，尽管日本、韩国承诺的开放程度有限，但至少算是给了特朗普一个交代。比如日本就同意进口美国大米，但印度不同，由于该国近40%劳动力从事农业，所以莫迪政府在谈判中迟迟不肯在农业问题上做出令特朗普满意的让步。别说特朗普希望的零关税了，就连降低关税都不太可能。特朗普现在就是要跟莫迪较这个劲儿，你重视农民的选票，而我的票仓也在农业发达的地区，凭什么你印度不让步？而只要印度在相关问题上让步，特朗普就可以向妈哥们宣布，我让印度打开了大门，我征服了世界上农业贸易壁垒最高的国家。至于印度买俄油的问题，不过是一个重拳出击的施压理由罢了。总的来说，印度当下的确正面临数十年来最糟糕、最尴尬的外部环境。美国不把自己当盟友看，连南亚霸主的地位都被动摇。半年前的莫迪政府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境地。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